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次影片，小编我探讨了 Right Issue 这个企业筹款活动，看看除了让股民闻风丧胆之外，到底还有哪一些作用，和他们背后到底有哪一些不为人知的动机和秘密。那么很刚巧的，星期一的时候 AirAsia 也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企业活动，这也印证了小编在之前 AirAsia 的影片说到的 AirAsia 的 Right Issue 是无可避免的。 I am inevitable. 该来的总是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这个如此复杂的企业活动到底是什么。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在2021年7月12日 AirAsia 就毫无预警之下发布了他们将发行的这个 Right Issue of Redeemable Convertible Unsecured Islamic Debt Securities with Free Warrant。 那么接下来的影片我们将会简称它为 Right Issue。相信很多投资者看到的时候都是傻眼的，为什么那个名字那么长？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又隐藏着什么玄机呢？然后我们也看到，就在 AirAsia 宣布了 Right Issue 的接下来2天的股价也应声下滑，出现连环双插水，从原本的 88.5 cent 下滑到了 83.5 cent， 更在14号跌到了81 cent 的避市价。看起来市场对这一次的初步印象并不是那么乐观。那我们接下去看到底这一次的 Right Issue of Redeemable Convertible Unsecured Islamic Debt Securities with Free Warrant 是什么东西呢？用华语翻译的话，它就叫做可赎回、可转换、无担保的伊斯兰债券，加送免费的凭单。那么这么长的名字背后又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就让小编我一一给你解释。但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次的 Right Issue 的发行售价是多少，比例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 Right Issue 的定价是在75 cent， 而发行比例是6个母股配对2个附加股，再赠送1个 Free Warrant 免费凭单。也就是说，只要你持有6个母股，你就将可以有购买2个附加股 Right Issue 的权利。而当你购买了2个 Right Issue， 你就可以得到1个 Free Warrant 免费凭单。那么明白了这个发行比例之后呢，我们就深入了解这一次的 Right Issue 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就是 Redeemable 可赎回，它的意思就是说，如今的这个 Right Issue 从发行的那天算起的7年后，投资者是可以从中赎回他们的本金的，也就是每股发行价75 cent。简单来说，就是 AirAsia 向你借钱，然后7年之后还钱给你。当然，借钱肯定有利息，所以 AirAsia 也需要每一年支付给你8% 的利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将会在债券发行的第4年、第5年和第6、第7年，以每年 25% 的比率退还当初你投入的资金。也就是说，3年之后 AirAsia 将会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第4年开始一一的退还你投入的资金。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呢？那么接下来就继续看他们的第2点，也就是 Convertible， 即是可以把债券转换成母股的意思。那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附加股或者说是回缴债券，是可以在发行后的7年里面的任何时候以1对1的方式被转换成为母股的。而转换价钱是定在了75 cent， 也就是说，如果 AirAsia 的股价在这7年间远远的超过了75 cent 的话，那么股东就可以把这个证券转换成为母股，再赚取中间的差价，这就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给 AirAsia 的股东。那么接下来就是 Unsecured， 那么这个字肯定会让许多投资者却步，是不是说 AirAsia 可以赖账的呢？其实大家不要误解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Right Issue 债券 AirAsia 并没有用任何资产作为抵押，而这个债券会被归类于 AirAsia 其中的一个债务。那债务的法定地位会比普通股票来的有保障，所以这个债券会比普通股票来的更加受担保。然后就是他们的 Free Warrant， 那这个 Free Warrant 的焦点就在于他们的凭单行使价 Exercise Price。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 Warrant 凭单的 Exercise Price 将会依据2个标准来做决定，那就是第一，把凭单的 Exercise Price 定在1令吉。第二的标准就是以 AirAsia 附加股在 X-Date 公布之前的30天 VWAP 平均股价加上 28% 的溢价 Premium 为 Exercise Price。 那么选择哪一个标准的决定，就是以何者为低的计算方式。如果用听得明白的话来说，就是
如果 AirAsia 在授权日公布之前的30天的平均售价加上 20% 的溢价 Premium 低于一令吉，则 Exercise Price 将会是30天的平均售价加上 20% 的溢价。反之，如果超越了一令吉，那么 Exercise Price 只会是一令吉，也就是说 Exercise Price 的最高上限只会去到一令吉。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AirAsia 将会如何善用这一次 Right Issue 所筹得的资金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Minimum Subscription Level 也就是最低的认购率，他们将会筹得615个 million， 而其中的 15.7% 也就是 96.7个 million 将会用来结算他们的燃料对冲合同，而 19.6% 也就是121个 million 将会用来支付他们的飞机的日常租借与维修费用，而其中最大的部分就是他们的 General Working Capital 日常营运资金占了 325.8个 million， 也就是 52.9%， 然后剩下的60个 million 和11个 million 则用于扩张他们的 AirAsia Digital 数码业务和这一次的 Right Issue 费用。那我们也来看看，如果这一次 Right Issue 被幸运之神眷顾，达到了100% 认购，也就是筹集大约1个 billion 的话，他们又将把资金花在哪里呢？首先我们看到他们的燃料对冲合同结算的拨备将提高到 22.1%， 也就是 226.7个 million， 而飞机的日常租赁与维修费用则是增加了 32.6个 million， 也就是152个 million。之后占据最大的资金依旧是 General Working Capital 日常营运资金，一共占了 49.65%， 也就是 508.48个 million， 而剩下的扩张 AirAsia Digital 业务和他们这一次的 Right Issue 的费用则占了 122.8个 million 和 12.3个 million。 从这一次的资金运用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主要都是将重心放在维持现有的业务来度过这一次的世纪难关，并不像以往的其他上市公司主要都是用于扩张方面，这也铸成了一把双刃剑。但是高风险往往就伴随着高回酬，这一次 AirAsia 的债券不仅送沃任，又给高达 8% 的年利，相信很多投资者都垂涎欲滴，蠢蠢欲动。那么面对这一次 AirAsia 的 Right Issue， 小股东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与攻守策略呢？这里就邀请大家一定要来参与扭转乾坤在7月17日举办的天机 2.0 Right Issue 和 Bonus Issue 教育研讨会。我们除了将会为大家分析原有的3个 Right Issue 案例以外，还会特别临时加场，带大家一一解密这一次红飞机 AirAsia 所提议的超级复杂 Right Issue， 看看有哪一些进可攻退可守的策略，还是说这个 Right Issue 是暗藏玄机深不可测呢？所以万勿错过这一个好机会，感兴趣的朋友们请到 Telegram 私信小编报名哦。那么在这个影片结束之前，我们也来探讨一下到底有多少个股东愿意投入庞大的资金来支持这个 Right Issue。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 Right Issue 之中，2位大股东 Tan Sri Anthony Francis Fernandez 和 Datuk Kamaruddin bin Meranun 与他们旗下的公司 Tune Life Sdn Bhd 和 Tune Air Sdn Bhd一共出资 257.2个 million， 也就是大约认购了这一次 Right Issue 的 25.1%。 同一个时候 AirAsia 的 Underwriter 包销商也会认购 358.62个 million， 也就是大约 35% 的 Right Issue。 那么总合起来，他们的认购率将会达到 Minimum Subscription Level 的 615.89个 million。 这也就不禁让人怀疑，为什么 Underwriter 包销商只包销没有被大股东认购的 Right Issue 的 50%， 而不是把剩下的 73.6%， 也就是717个 million 都包销了呢？天机自有分晓。那么接下来想要小编我做一集 AirAsia 的近况分析影片吗？想要的话请在留言区打上 AAA， 之后马上为你们安排。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